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23号，农历丙午年的正月初七。在过去几天，有几条消息受到的关注程度很高。一条是有着中文 YouTube 第一博主之称的老高他那个频道叫做老高与小莫，在 YouTube 上有670多万的订阅。据说老高在中国被追税家罚款了，多少钱呢？4.1亿元人民币天文数字。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来讲，那就是冲着把人家罚到倾家荡产去的。这条消息呢，大约流传了1天以后被老高本人辟谣了。但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呢是有一些疑点的，有一些衍生话题的。另外一条受到关注很高的消息呢，就是美国正在伊朗周边部署重兵，有大量战机云集，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着战斗打响的那一刻。其实在这期间还有一条消息比 F-35 扔下炸弹甚至更有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即将提供一种打破网络封锁的工具美国政府要给大家提供翻墙的梯子了，域名是 freedom.gov。 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三条消息都和网络流量有关，也都预示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咱们先从网络红人老高说起大约是从上周六起，互联网上就流传着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的发出单位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分局。这个决定书的内容呢，是针对某位油管博主的，说他从2014年11月18日起至2026年1月31号，利用翻墙软件在 YouTube 上开设频道，而且出售周边产品收取会员费，总计达577万多美元，合计人民币就是4100多万元。那么这份处罚书决定没收全部非法经营所得，而且还按10倍罚款，共计4.1亿多元人民币，要求当事人在2026年3月31号之前缴清罚款。网上的这份处罚决定书并没有显示公章，也把当事人的姓名给涂抹掉了。但是它传出来以后所有的议论第一时间都指向了 YouTube 上的第一中文大 V 老高。老高是大连人，他开办的第一个频道呢，并不是现在和他太太一起出镜的这个老高与小莫讲奇幻故事的频道。他第一个频道是讲解游戏的，现在这个顶流频道老高与小莫是2018年开办的。老高现居新加坡，和处罚书上的描述也相符合，而且说他油管平台这么些年来累计收入共达577万美元。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来自于大连的 YouTube 博主收入能够达到这个级别，所以这几条线索合在一起，再加上老高确实又停更了几个月，所以绝大部分议论认为这事儿不是在说老高，也是在说老高了，于是立刻网络意见沸腾。老高本人在正月初6发了一条辟谣声明，说近期网上流传的说他和小莫离婚了，还有被罚款，这些消息是严重失实，纯属恶意捏造，大家无视就好了老高的反应比较淡定。不过呢，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老高本人在哪里，他到底是在新加坡呢，还是在他老家大连？他近期出的节目是配音再配上资料画面的剪辑档并没有显示他人在哪个地方，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人在国内。谣言中说老高的太太小莫去年10月份回中国探亲被扣留了，对于这一条老高并没有做出回应。以前呢也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当事人在中国被扣留，处于边控状态，问题不解决，不能够离境当然他也会发一些声明为自己报平安，但是只要他人在国内嘛，这个辟谣力度的本身就要弱几分。要知道当年袁腾飞由于披毛也是引来了网络舆论沸腾，他本人也露面发表过一份公开声明，大意是规劝网民们不要因为他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对他的意思做过分的解读。所以只要你人在中国，哪怕你不被公安直接控制，其实也是处于被控制之下，事情就会比较复杂。谣言固然不能轻信，那辟谣呢往往也得打几分折扣。这个处罚决定书刚传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老高的粉丝指出它是假的是因为老高在刚创立频道的时候曾经自我介绍过，他本来不姓高，因为刚开始当游戏主播的时候他给自己取名叫做 Godspeed， 故称老高。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谣言的时候，却有一个细节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是这份处罚决定书当中说，这位油管博主历年来在油管上的经营所得一共是577万美元。这个数字577万一下子抓住我的注意力，因为在我的估计当中，这个数字和老高与小莫的收入应该大体相当。
说到这儿啊，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话我也说过不止一回了，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到 YouTube 上有些人出视频算别的油管大 V 挣了多少钱，那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胡扯的。凡是做这种话题的人都是自己没流量的，是自己没有在油管上挣到钱的，就想蹭别的大 V 的热度去算别人挣了多少钱。你别听他说用什么 AI 模型这么算那么算，没有一个准的有的高估有的低估，都严重偏离事实。对老高来讲呢，就是对他的收入严重高估了。有的人说他一年收入上千万美元，那是胡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老高的观众群呢，年龄偏低，又大量集中在欧美以外的中低收入地区，所以他的那个广告收入指标 RPM， 就是每1000次广告展示给创作者带来的收入，这个指标它会是偏低的，而且随着流量的增加，那个长尾效应越到后面进来的流量，那个 RPM 值越低，所以它5年总共收入500多万美元，我觉得呢比较接近实际，最起码比那些胡扯的胡猜的要接近实际的多。这个传闻即便它是假，我也说它只是个开始，意思呢就是当局对于中国公民海外收入的大规模捕捞已经开始了，它是新年财政状况恶化的一个标志，而且对于那些踩着合规边缘的人是尤其危险的，他们将是重点捕捞对象，所以你就要看一下你自己算不算这个范畴的人。比如有一个叫做西康的 YouTube 博主就讲述了同样的遭遇他在油管上几年以来一共挣了50万人民币，结果就被处以10倍罚款500万元，也是要把他罚到倾家荡产的节奏。罚款在你违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罚1到10倍，什么概念？挣了50万，现在最高10倍，就是罚你500万，也就意味着罚得你倾家荡产。关于老高被罚的这条谣言，如果真在某位博主身上发生了，那么在这样几个条件下，它是适用的，是真的有可能出现的。第一，就是这个博主是中国人，不管你是拿的日本的永久居民身份，还是新加坡的永居，总之你是拿的中国护照。第二呢，就是你既没有在新加坡如实申报收入，也没有在中国申报，而是通过分散的壳公司或者通过加密货币等等方式隐藏了你的真实收入，和你的油管流量严重不符合。刚才说老高在油管上年收入1000万美元，那个是胡扯了，是严重高估了。但是如果只说他有几十万美元呢，又严重低估了。然后呢，这位博主春节的时候从新加坡回中国过年被扣下了当局就认定你是隐瞒收入、偷税漏税了，就要你缴清这个税款和罚款才能够放行。那这样一幕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的。除了油管博主有可能被这么查税之外还有跨境电商可能也遇到同样的风险，或者呢是你人在国内，但是有在国外给别人打工获得的工作收入或者是投资收入，这些人都会重点被列入这一类清查对象所以大家得好好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风险。而且这份谣传中的处罚决定书，它专门提到了一项法律依据，就是最近刚刚通过的网络犯罪防治法，里面专门把使用 VPN 也纳入了犯罪行为。假如这个博主人在国内，但是在 YouTube 上发表节目创收，那他是一定是要使用 VPN 工具的，那几乎就是一抓一个准儿，是跑不掉的。那么在墙内的 YouTube 创作者们也要非常当心，可能你只是中小博主暂时铁拳还没有砸到你，但是你得早做准备。所以关于老高被查这个谣言所引发的是一系列与墙有关的故事。那么面对这堵高大的信息之墙，有风险的不仅是政治反对者了，而是铁拳越来越砸到了那些本来想回避政治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讲大家要关心政治的原因。铁拳不是你想避开就可以避开的，你不关心他，他要来关照你。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推出他研发的一款绕开网络屏蔽的工具，用户可以通过这款工具作为一个入口来访问在他们自己国家受到限制的网络信息。当然你也可以安全的发表评论、发表观点你所在地的政府找不着你是谁，所有的流量都是被加密的，看起来都发生在美国。目前这款应用的门户网站已经有了，域名叫做 freedom.gov， 你访问主页的时候会看到它的功能还没有开通，只是显示有一位骑士在策马狂奔，然后有一句话 Freedom is coming， 自由就要来了。
目前看呢，这个东西的主要功能就是一款强大的 VPN， 对你的流量进行加密，让你那个地方的政府想查出谁在造谣，谁在发表所谓的极端言论，找不着人啊。同时呢，帮你能够解锁所有被封锁的信息。今天咱们分析的是流量话题嘛，美国政府的这款工具 Freedom.gov 是在这样几个背景下推出来的，对中国尤其有针对意义。首先是今年2月初，中共推出了那个网络犯罪防治法，新法的打击面更宽，重点是在阻断信息的传播，是把翻墙都明确定义为犯罪了。使用 VPN 这些翻墙工具的人会被警告啊，也就是会被帽子叔叔请去喝茶，最高处以15000元的罚款。前面讲了，它对墙内的 YouTube 创作者来讲是一场灾难，除非这些创作者以后能够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会被视作例外。否则的话，被警察关注到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新法呢，同时也会压制翻墙的流量。要知道，许许多多人他翻墙看政治新闻的动机并不强，他的出发点只是追踪单一的热点事件。这个事情在墙内被压制了，不准讨论了，他就想翻出来听听墙外怎么说，比如于朦胧死亡事件，还有前年的血槽姐事件等等。每一波热点事件都会催生一波翻墙的流量。他们既然翻墙出来了嘛，这个买梯子的钱花都花了，那就多看一下吧，顺带了解一下其他和中国有关的新闻墙外是如何评价的。所以中共现在要做的呢，是阻断信息传播，既把国内的讨论给压死，又把人们注意力翻墙的出口给堵死，两边都给掐死。恐吓了民众减少了大家使用 VPN 之后呢，那当然有一个连带效应，就是会让 VPN 厂商的收入断流，让他们遇到经济困难。到底在中国这边断流了，会给这些 VPN 厂商制造多大的困难呢？具体的不好估计。由于这个 VPN 本来就是针对用户的流量进行加密的，所以中国的用户占到这些 VPN 用户总数的多大比例很难估计。但是我看过一个报告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封网国家，8、9亿网民都生活在墙内，所以呢，中国用户占到 VPN 大厂的用户总量在2成以内。对大厂来讲损失还可控，但是 VPN 大厂占 VPN 的总体份额并不高，80%以上的用户并不是这些大厂品牌的用户。那么对于中小 VPN 服务商来讲，中国用户占到他们用户总数的1半以上是常态。那如果把这部分流量给压死的话，确实对于这些 VPN 厂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灾难。当私人企业面对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打压的时候，通常很难扛得住。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国家出手，以国家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所以美国政府现在推出这款破网工具，应该说非常及时。另外一个背景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刚刚介绍过，美国中情局刚刚推出了针对解放军在解放军内部招募线人的广告片。有人说中情局出的广告片，国内的人怎么能看得到呢？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又发布广告，又提供翻墙的手段，各种配套手段都来了。这说明呢，美国政府正在对等的与中共进行心理战和资讯战。这是这款翻墙工具传递出的另外一个强烈信号。中共在海外社会的各种渗透是由来已久了，有间谍，有代理人有大外宣，有社交媒体上的水军带风向等等。自由社会面对共产党政权，那就像一面筛子，浑身都是窟窿，随便你怎么钻。但是中共对自己的社会控制却是一块铁板，它控制得非常严密，所以在没有硝烟的这个资讯战场上就相当的不对等。美国这边没有央企没有任何一家私人企业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它只会反过来成为中共影响美国社会的杠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就必须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国安部门和外交部门直接下场了，利用中共高层的矛盾，有针对性的发动反击，发动心理战。那么中央情报局公开招募线人，使出这种离间计的阳谋，再加上推出这种破网的手段，就是互相搭配的策略了。本来川普已经定下了今年4月份要访问中国，要签订贸易大单，结果你看在此之前传出了美国政府要推出破网工具这样的消息，那在中共看来肯定是觉得美国相当不友好，是相当受威胁的。那也就说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相当确定的，贸易大单和资讯反击战这2件事情可以并行不悖，不会因为一件事情的推进放弃了另外一件。而资讯反击战呢，它是代表了更加根本的国家安全观，必须要在这个领域有对等的反击手段。
其实，在2025年5月啊 ，CIA 发出了2支针对中国党政系统招募线人的广告片，在上线的第一天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2支影片在 YouTube 和 X 2个平台就积累了500万次的观看量啊！你能够想象吗？其实反应是相当热烈的。截止到2026年第3支最近的这支广告片发出之前2支已经积累了数千万的观看量了。那说明他们在墙内是有相当广泛传播的，是有相当冲击力的。估计这让中共相当的紧张，也是他要升级那个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动机之一。接下来再说一下这款翻墙工具的效果啊。当以国家之力推出的翻墙工具上线之时，翻墙对修墙啊，那也就是中美冷战进入到新阶段之日，是在资讯战这个领域，中美双方对等攻防了。但是呢，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推出第一天就会爆款。可是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带有非常明确的战略反击的意图，是毫不回避，在中共控制信息这个命根子领域发起了反击。那么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现在看来啊，这款工具还是带有以往翻墙方式的局限性。如果它最终体现为一款应用程序的话呢，那你就还是得先翻墙获取它，安装在你的客户端，装在你的手机、平板、笔电或者是桌机电脑上，你才能够持续使用它。那也就注定了这种工具它不会像一种病毒式的方式传播啊，让用户一不小心碰到它，一用很惊艳，从而被圈粉。那这种现象呢，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而是有赖于人们对于热点事件的兴趣，想主动了解墙外的资讯。然后呢，有人告诉你啊，有这款翻墙工具，或者你自己搜索到，现在已经会翻墙的人当中流传，然后逐渐扩大，带进更多的翻墙人群，应该是走这条路。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门户网站freedom.gov， 这个域名是很容易被封锁的啊，所以以网站为入口的难度比较大，就不是中国用户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一个 freedom.gov， 然后就像 Google 一样展示一个搜索页面，然后你就可以畅游墙外世界了。我认为大概率不是这种模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用户来讲呢，很可能最后还是需要在你的客户端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得推出一个像手机 APP 这样的程序。所以破网工具的成功，它关键在于能不能够有效的降低技术门槛，让70、80岁的老大爷，让各种各样的技术小白都能够丝滑使用。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认为美国政府推出的这款破网工具还是会先在已经熟悉翻墙的人群当中使用，也要积累一些用户体验，让用户体验渐渐顺畅了来几轮升级版以后，再碰上几件大事，再带来几轮爆发式的传播，会走这条路。这种前景技术上是可行的，美国政府也有能力让这款工具长期存在。同时呢，考虑到中国微信、抖音这些应用已经牢固地占据了这个注意力市场的头部份额，翻墙工具呢，应该也不会一上来就挖走很大一坨流量。有一个误解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即使今天把防火墙全部拆掉，8至9亿中国网民会不会立刻就拥抱信息自由呢？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快会发生，但是这个很快它不会是第2天，也不会是下个星期，更关键的是它并不会自动发生得让人们看到自由信息带来的不同，而且要自发的认可，才会促进人们主动去搜索他们熟悉的墙之外的消息。所以即便是翻墙成功，同志们也仍需努力。即便没有了这个外在的墙，网民们心中还有墙，脑中还有墙，我们这些创作者仍然闲不下来，仍然得不断的输入信息，变着花样的刺激观众，得做出优质的内容才行。当然，如果美国政府真能够拆掉这堵有形的最大的墙，能够带来整个形势的完全改观。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不耐烦美国人也真是墨迹，你直接动手拆掉这堵墙就完了呗，网军直接出动上网炸，直接把这套中共监控网络的系统给瘫痪掉，不就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了吗？你就不用这么墨迹，今天出一个破网软件，明天又要升级它，搞这些事儿干什么呢？应该说直接拆墙这个选项是存在的，但是这就等于发动了战争。当中美直接开战的时候，美国是没有这种顾忌了，取得战争胜利成为最高目标，那个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上。但是现在这招王炸还不行，所以就得通过破网软件这种方式来做。对于全部瘫痪掉网络监控系统这种威胁，中共有没有办法应对呢？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像伊朗今年年初应对抗议那样，完全断网。
2026年初，伊朗当局为了阻止抗议消息的传播以及血腥镇压的真相传播，断网大约20天。断网的意思不是说流量完全归零啊，而是说从切断网络90%以上的流量到恢复到一半左右的流量，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20天。因为伊朗的经济也承受不了完全断网的成本啊。现在互联网流量加上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流量，它们占到整个信息流通的比例呢是90%以上。那么传统的座机电话、广播电视，还有纸质媒体加上纸质邮件，只占传播信息总量的10%左右。连伊朗这种经济复杂程度还不那么高的国家，它能够承受断网的极限也就是20天，那中国更加承受不了。如果真的中美走到热战这一步，那这会是中共的一大软肋啊。所以呢，中共搞这个强，其实当真正战争爆发的时候，它也是限制了自己的战争持续力。现在美国政府推出的这个破网工具，虽然不能直接拆墙，但是它有一个附带的功能，就是迫使中共做出回应，加重它的财政负担。那这种竞争呢，就像早期的火枪和盔甲之间的竞争一样。16世纪早期那个火绳枪出现的时候，由于它精度差，威力也差，所以防御的一方只要加厚装甲的厚度就可以。但是随着这个火枪精度的提高，还有弹丸出速的提高，弹丸动能的提高，光是加厚盔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盔甲越来越重，让士兵穿着也没法作战，所以科技树的这一支它就只能放弃掉。当然二战以后呢，这个防弹个人装备呢又重新出现，又出现了现代式的盔甲，那是材料科技升级以后的事儿啊。总之之前100-200年这个盔甲被放弃掉了。而破网至于互联网之强的关系呢，它并不是像原子弹这种一招制敌的大杀器，而是更像火枪和盔甲之间竞争的关系。这个话题进行到这儿，就不得不讲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插曲。这种翻墙工具对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人民来讲是一大利好，是吧？但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伊朗，是谁呢？是欧洲国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这款工具即将上线的消息是2月18号路透社率先披露的，然后英国卫报等等媒体加以转载，中文媒体跟进是后知后觉4-5天之后。为什么中文媒体这么迟缓呢？要怪就要怪路透社，因为他在最初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没怎么提这款工具对于中国、对于伊朗人民的意义，而是把它作为川普和欧洲国家之间一个新摩擦点来介绍的。我会把路透社的这篇报道的链接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查一查原文。本来是打击专制政权的利器，可是却成了欧美之间的摩擦，这事儿是不是很魔幻呢？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是由于路透社还有一些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这款工具能够帮助欧洲被压制的那些所谓右翼势力获得发声的渠道，能够帮助他们的声音得以放大。因为按照欧盟的数字安全法和英国的网络安全法，像什么反移民议题、反对跨性别议题，经常会被贴上极端言论和仇恨言论的标签受到审查。那么就让罗马尼亚、德国、法国这些右翼政党在竞选当中遇到的麻烦比较多脸书 X 上也频繁收到删帖的通知和政府警告，从而就让这些右翼政党在动员社会的时候总是遇到磕磕绊绊。伊隆马斯克所控制的 X 去年也收到了欧盟监管机构1.2亿美元的罚款嘛，就是认为在 X 这个平台上这类言论太多了。欧洲并没有强，并没有寻衅滋事之类的口袋罪，但是有对民粹的负面标签，对新纳粹、对种族主义的定义也过于宽泛所以对普通网民还是有威慑力的。对于右翼政党动员社会凝聚支持是明显不利的。那这款破网应用呢，它并不是直接针对欧洲来的，但是呢，它就被当成了欧美之间一个新的摩擦点，好像你搞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了欧洲内部政治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独特景观。本来它是专制政权的克星，却总是先被自己的盟友给挡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独有的现象。敌友不那么容易区分，因为中共和世界体系的交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苏联，你要对它做什么都会影响到很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他那儿还没动到呢，就先问题出在你自己盟友阵营这边。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星期二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道理博士有一期更新，今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能不能够逆转历史趋势？要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一方，如果他也在
国会选举当中获得了大胜的话，那么在2年以后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大概率就会发生钟摆效应啊，那总统大选的获胜方就会失利。而今年就到了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国内政治观点更加割裂、更加两极化的时候，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请听这一期道理博士的分析。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